Hello，这个是我的家等一下会介绍一些的摆设，还有我喜爱的东西。我呢很努力的把我的东西放过来，因为我要把整个人嫁到过来嘛，所以我就希望可以有一些归属感。但没想到就是都是我的东西，是不是很厉害？能带那么多，这个是我婆婆，很厉害吗？婆婆，人肉速递那个红瑞珍过来给我们，人肉，谢谢妈。我真的是想经营一个家，所以我从香港把这个 cushion 还有那些公仔自己搬过来。Michael 的东西只有这个吉他，这个昆虫。你看家里放一堆虫都不好。我终于有机会展示我的 Lego 了。看，这个都是去街景。这一区是我们结婚区，这好像粉丝啊。其实这是粉丝弄给我，他就拿了来收藏。还有这些就是我们结婚那些朋友的签名这个充电宝，伴手礼嘛。你看这个是我朋友画的，很像我们，而且我每个朋友都会印名字，就显得很有心思。还有他一个结婚的本子，我本人呢就很喜欢，就是把东西乱扔，我就怕丢掉，所以我就放了在保险上。他这里有一个，他高中2年级画的鸡，是一个特有种叫蓝腹鹇。那你为什么写鸡年呢？因为那一年刚好是鸡年，然后那这是鸡啊。那你为什么不裱起来？就这么叠，就是这样烂烂的。那你把这个送出去，这个是可以啦，但是谁会要？你的粉丝都会要啊。我没有粉丝啊，你粉丝有一些的。这个都是他以前买的，他以前就喜欢买一些眼睛。这个是他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去日本出差，买给我的裤子，牌都没拆，没穿过，因为也不是我的风格是心意嘛。参观一下我们的房间。中间是那个叫他躺，看一下角度。对，那时候我还很贴心，因为他那时候不在，我就看电视的时候我就躺着，那个人一边装我还说，这个角度，差不多就这个角度。结果我装了之后，以为他会称赞我说我很贴心，把他角度调在他的视野，因为我还不是，因为我的脖子不行。对，结果他一直跟我说，念到现在都说他觉得那个视野。你是不是你也觉得？后来他跟他一起看，尴尬。我一直嘴硬说，其实这个没有啊，还好啊，你不觉得看得很清楚啊？结果后来我自己看一看脖子也有点痛，所以
赶快找时间弄一下。床是 Michael 妈妈买的，那个床单是我买的。我为什么他有一只羊？因为他口水好臭，他把这个枕头都弄得很臭，所以我就不让他拿我的公仔，我就买一个给他。然后我说这个就介绍一下，不是，这是没有，这是他那个我岳母送给我们，希望我们早生贵子，好不好？加油！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你们俩为什么要在家自己尴尬啊？第一次介绍我家给人哦，在美国，我突然跟他说，哎，不如我们结婚吧，那就一起去。那个是真的很突然，他突然开口，就我们只是去夏威夷玩嘛，就去逛了一下，他就说那不然我们买个戒指结婚吧。然后我那时候吓到，就倒抽一口气，然后倒抽一口气是说，我没有要娶你耶。当时还有去打给我朋友，就说怎么办？他突然说要跟我结婚。对，我说是这个，我不知道现在怎么办。所以你当时有想说怎么拒绝他吗？没有想要拒绝，我当时只是在想说，这个戒指不知道多少钱，就是不知道我有没有办法负担。结果后来有买成吗？后来买成，但中间稍微有点尴尬，因为我有一张卡是理论上是没有额度，它是千账卡，然后就整个卡拿出来要刷之后刷不过。好像是你们俩如果吵架的话，你会跟他妈妈抱怨，是不是？会，就是他会把妈搬出来指责我一些东西。你说他？对，我就会直接问妈，你有这样说吗？他说我没有，就其实是他编出来的。对。所以那个岳母送的早生贵子放在那边会很有压力吗？没想过他拿出来讲而已。你本来不想要讲那个东西，是不是？对啊。所以有人要催你们赶快生小孩吗？没有吧？没有人催，就我催他吧。因为我之前去冻卵，我只冻了3个。就因为我们本来是想 by nature 就自然有怀上就怀上，但好像目前都没有成功。对，那我们一直很想要，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最后一个，因为不希望他在，如果说不是年龄问题，就是说越大怀可能越辛苦。你刚才有嘴软，我看到了，你刚才嘴软的很严重。我害怕我讲错话。我还越就可能。刚才你差点脸都抽筋了。不想要他太辛苦。对，我懂。所以你有安排好时间了吗？有。你真的管很细耶，就你真的给 Michael 很大压力。不会，真的是有安排好了，已经 schedule 了。阿娇，你是很想要赶快有小孩？也没有赶快，就是让他去试试看，再考虑。阿娇她老公一直觉得你很美，那你看见老公的时候会觉得他怎么那么帅吗？没有，他从来没有说过我帅。有啦。没有啦，你就说。但我跟你在一起，并不是因为你的外表。对，那是因为什么？因为真的很失礼耶你。我们异地恋嘛，他是那种常常会来找我的，我觉得很暖哎，有这样，我从来没试过。阿娇这样讲，就是一定遇过对方比较不殷勤的，就是老是要自己飞过去看他的那种。对。哎，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啊？我们是一个好朋友介绍的，就是那个苏建信啊。对，苏建信的跟他的女朋友介绍给我们。阿娇，你跟信是朋友？对，因为那段时间我刚好在台北拍戏，又刚好没有拍拖2、3年吧，我就说，哎呀，你没有男生朋友可以介绍？你主动讲的？对。他女朋友就马上打了个电话，他又马上就出来了。他说：“我朋友是个医生。”我在想，哇，还是个医生，还那么闲呐。你觉得行李箱就是坏掉才需要买，不需要
有那么多个好的行李箱。对啊，因为我出机场就只是托运的嘛，那他买的又是那种红色、白色漆皮，很漂亮的。我觉得我如果这样出差堆来堆去，它就坏掉了，有点可惜。女生对行李箱有的时候是跟对待包包的态度一样，就是要有所选择，不能纯粹当工具使用。好，航宇，柜子里面有东西在等我们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那就麻烦你喽。那让我们打开富尔家花花柜吧。我有看到积木拼成的一艘船，借我看一下。这个算难拼的吗？这个好像拼了几天是吗？因为它会动，所以更难。对，所以这要花几天才拼得出来哦。它一开始速度比较慢的时候，会花比较长时间。对，我是尝试拼这个，才开始拼其他的。我刚跟 Michael 交换了一个眼神，就一切从郑修船开始。地主啊！我就最难是拼了一台车给他，但选错地方拼，我选了在香港拼，一拿出去就会散掉，所以他根本就没有拿到那台车嘛。有啦，我在香港还是可以看得到他。可是他的这些嗜好跟你洁癖不就是相冲吗？这个不会不干净啊。可是你不是希望就是家里就是尽量空空的？对，所以我会就比如说他拼完，有时候我回家我会帮他收。我有问过他，我能不能弄一些柜子啊？他说不行，因为这样会让空间变小，所以我才把它从地上放到小房间那个中间那个位置啊，放上去也觉得啊蛮好看的。你不会说想拼好一个再把它拆散掉？哎，我有拼灯，有一些就是里面有灯，但你要拆开它，再拼上去。你说那个灯是真的会发亮的吗？对，他有去买一些电路哦，然后自己去把它装在那个城堡里面，然后你一插电，它整个都会亮起来。你为什么要假装好像非常的崇拜他拼乐高的事情？真的，他好厉害哦，真挺厉害的，我觉得。那个是真的蛮惊讶的啊。所以你老婆最迷人的时候是拼乐高的时候吗？还有吃大肠的时候。没有吃大肠了，现在。那你此时最爱的食物是什么？运炖吧。泰国菜。泰国菜。然后他有真的很喜欢喝那个运炖羹汤。你们会有一天为了这件事情吵架吗？乐高吗？这个倒没有吵过。你们结婚初期应该常常会吵架吧？算真的吵架频率不高，就是会，因为他也是我是吵不起来，对他不吵架，他就是会冷战那种。哦，可是冷战就很可怕啊，但他吵架也很可怕。他会真的生气吗？有几次有真的生气。是为了什么事？有些就是婚礼的事情啊，我们婚礼有一些摩擦，然后婚礼是你要的风格跟他要的风格不一样，是不是？就可能表达沟通上面有一点就是。但我觉得也是一个回忆啦，对，也是好的。所以第二次是什么？上个月吧。上个月？就是这个可以讲吗？还是不要讲这个？不知道哎，我觉得可以讲啊。你先讲，然后如果讲完之后觉得不可以，再叫他们剪掉。OK， 好。就是因为我刚刚，就他上了一个热搜，对，是我一个黑粉黑他的，但不是事实，因为我完全知道发生什么事。那个照片是他朋友，恶作剧，因为突然太多人写他不好，他就爆掉了。比如说我们去看房子，然后可能媒体就会写说，我带着他去看房子，想要他买给我，类似这种东西，但其实很无聊嘛。但后来就类似的东西一直出来，然后我那时候讲了一句我觉得也不太该讲的话，类似什么，我觉得跟你在一起很辛苦之类的话。我老公也讲过这种话。你有老公啊？我有，结婚16年了。因为一开始他觉得跟明星在一起就是在一起嘛，可是后来没想到他娶到的是一个真的大明星，然后就变成是狗仔一直拍他，一直拍他，一直拍他，然后他就常常上新闻，然后就开始
就是就像你讲的，可能会写一些就不是事实的东西，然后就跟你一样压力过大就我就觉爆发了。得我躺在家里一觉起来，然后我又怎么了又怎么了，或是他写说什么我们分居婚变，然后我睡起来说老婆我们婚变了，他说哦我们再睡一下吧，就是拜托我一觉起来看报纸，哎，老公你打我啊？什么时候？趁我睡着的时候吗？他打到你忘记这件事哦。好了，我懂你意思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我就跟他说，你不要看了那些没有用的，有做各方面的尝试，让他没有那么难受。他有了，但好像就是会一直有这种事情，但我现在比较可以适应了。你要做好心理准备，后面还会有哦。好，各式各样的说法都会出现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很难改变，而且澄清好像我发现媒体好像他报了一个，他不会管你后来什么澄清。澄清没有用，而且观众看了那个东西之后，他就觉得是真的。对，我了解了，他不会去管你。我老公没有打我。那他对你做了什么？只是小小踢一下侧边。不要乱讲。所以刚刚阿娇说，有些东西拿进屋子里面要小心一点，不要再让他觉得有压力。就是，我以前买东西会，一样好东西会买10个。哦。一样好东西为什么要买10个？因为我觉得没机会再买，可能下次买不到团货。类似什么东西？就是洗面奶啊，买几瓶啊，可以用的东西，但通常都会放到过期。对，因为我很喜欢尝试新用品。所以男生不太懂为什么要尝试一些平常不用的东西。对，因为他都不涂脸了。我就2罐涂而已。所以这是你人生 ，Michael， 这是你人生当中第一次，你住的地方有这么大举别人的东西入侵，是不是？算是。你心里有没有觉得，就是很难适应啊？就还好啦，就是因为他香港的没有，我想说他本来的家很小，因为他一个人对，我一个人住嘛，一个人住在台北嘛，所以他是没东西的。对，是因为我们结婚，我就换到一个大一点的地方。所以刚刚我们看到那些鞋子不是挺多的吗？我鞋子跟衣服而已。所以你是一个就是只要出去有得穿，对，家里不要放太多东西的人。应该说我觉得不需要的东西，我会把它丢掉。可是你还蛮注重要帅这件事吧？现在还好，因为现在没有，以前会啦。所以你是知道自己可以走很多明星的路线，是不是？我没有这个想法，大众脸吧。真的是因为我留胡子，是因为有时候我都常常没有刮，他很讨厌我留胡子。但大概2周前，我们跟朋友聚会的时候，真的有一个朋友说：“哎，你留胡子蛮像 Ryan Gosling。”然后我就觉得，这好像是一个不错的造型。对。可是太太不喜欢你，为什么还要留？我就觉得这样看起来比较成熟啊，因为工作上面有时候有需要。阿娇的不喜欢，应该也不是真的不喜欢吧？我不喜欢，因为他觉得很刺。对啊，我不喜欢，所以我就不会亲他。这他自己选择吧。所以我回家，他说你胡子太长，我就先去刮掉。OK。所以太太的吻还是比较重要嘛？对啊。你是不是有持续的不断在维持身材？我有运动习惯。刚刚那个瑜伽垫是怎么了？就他带过来说他想要做瑜伽，但是好像没有看他做过。总是有个希望嘛。怎么了？瑜伽垫为什么要从香港带过来？几乎台北家是每一个东西我都是自己带过去的，包括那些公仔啊、毛巾啊，几乎都是我香港带过去的。对啊，都已经从香港带过来瑜伽垫了，为什么不干脆就真的做瑜伽？有做过，你有做？有，只是他没看到而已，是不是？对啊。他有时候会这样动2下，说：“老公，我运动了。”这样，我说：“好厉害，好厉害！”哦，出汗了，就结束，大概30秒吧。所以你是一个大量运动的人，我算蛮大量的。然后他不爱运动，你有邀过他吗？有蛮长的。但他在那个
台北的健身房全部都是男人啊。那我为了他找一间是没有人的。不是，因为我以前拍打戏啊，那些筋骨都歪掉了，我是需要请教练的。嗯，你有帮他请教练吗？有。那有去上课吗？没有。对，就有时候他会突然觉得好像今天有一点懒，那我也不勉强他嘛，我就先去了这样，因为就上个一天，其实也不知道有什么用，所以就没有那一天开始这样。但我们婚礼的时候，他蛮认真的去做了大概1、2个月吧。对。好，我们刚才看了那个影片之后呢，我们现在看一下他们两夫妻本来80分有没有什么温度上的改变。好，目前进展到了是85度，就是比原来的80度稍微高了一点点。也许大家就觉得好像夫妻2个人生活就看起来颇有一些需要克服的难关，可是大概你结婚也知道，就一定会有这些过程啊。对啊，不可能一直都很顺利的啊，就努力一起去克服就好了。而且夫妻双方有一些本来在家里面不一定有勇气互相沟通的事情，反而是一起上节目会忽然就说出来，然后就完成沟通了。所以，等一下我们在进展的过程当中，看看他们2位就会互相透露更多对于某些事情的价值观，也许就会增加沟通，然后温度就会越来越高。我们非常期待接下来的发展。接下来我们要看是倒过来，阿昭要介绍他先生的一些东西了。好，我们去看这个影片。对，所以你是爱小孩的人，是喜欢小孩子啊。这一题还蛮难回答。No， 我不喜欢小孩。可是如果当妈妈就不会有那么多时间拼积木了，对，就要照顾小孩了。可是这是你想要的生活。对 ，Michael 听到没有？就是有小孩的话，他只会占有一个小孩的体积，他不会扮演成小孩子的东西更多。对，我想过这个问题。小孩生出来之后，你就要买那个地上的那个软垫，这样拼起来，让他可以爬。那个就是 Michael 极简风的家里会出现的彩色塑胶软垫，然后上面会有 ABC， 你可以教他。我知道你讲的那个，哇，那个配色好可怕。好，我们的伏尔加花花柜里面有东西在等我们来观赏，我们麻烦航宇。让我们打开伏尔加花花柜吧。眼睛，素描，那个最上方那个白色的是什么？这是我们结婚的做的一个牌子啊。啊？那是我们在 LA 拍的一个影片，这样子。所以是宾客都可以拥有一个吗？没有，我们自己的。只有你们有？不是，这个是我其中一个粉丝弄给我的。哦，这个是你们在美国的那个订婚派对。本来其实希望他的生日我们在美国登记，但他那个时候刚好长假，没办法，没开。对，没开。刚刚看到戒指当中有一枚是求婚戒指，对。所以求婚的时候是你知道的吗？其实戒指是我们一起去买的。对。然后怎么办？后来还好，台北是早上，我就打给那个我们诊所的会计说，你先帮我把多的钱汇到我的卡的户头里，再刷这样。阿娇，你在对他说出“我们结婚吧”这句话的时候，心里面有担心，他不一定会说好啊。没有，我们在美国，我要跳伞嘛。你是为了工作还是？这是我的人生的 list， 我要做的事情。他本来不跳的，因为他恐高。他听到那个人说我们要上去4000尺跳下来的时候，他就说啊，我还是陪你跳吧。他当时候穿篮球短裤。你知道篮球短裤要带那个东西是很怪的，它就会卡住，对不对？而且飞在空中应该会翻上来吧？对，他就也很勇敢的陪我跳，我觉得这个是很浪漫的事情。所以是跳完你才觉得我们结婚吧？对。哦，那还好有跳啊。所以你现在觉得还好有跳？
不然可能娶不到她。对，但是可能不会再跳第二次，真的太可怕了。好像他们在真正决定要在一起之前，说是有一次他们两个一起在看剧的时候 ，Michael 有抱住他说我们交往吧，然后他说不要了。有这样吗？那是刚认识的时候。对，就是说就是吃大肠那一阵子。所以当时是什么？怎么？你可不可以示范一下？就在看手机，然后他说他要睡了，我说好，然后我就躺在旁边，我说那我准备要走了，我就这样子稍微这样子，然后我就说我很喜欢你，我们在一起，好不好？这样，他就跟我说，我记得好像是你有想清楚吗？我觉得我们认识还不够多。就是没想到已经有一个动作了，然后还被拒绝。你会觉得你这样做代表你心里大概有5、6成的把握，你才会做这个事情。然后做的都想不到他的反应是比较冷漠。所以当时走的时候气氛非常僵，是不是？也没有，他就睡了。然后我就觉得那可能我自己误会了。后来几天都没有联络这样。所以他那次跟你说不要，你是把他当成是拒绝了。对，我觉得拒绝。我们两个就是没有要交往的意思。第二次鼓起勇气跟他表白是什么时候？朋友来找他探班拍戏，从英国过来住他家。我朋友就说他想要一个一个拉面带回去，他就帮我买，就是那一天就在一起。对，你跟他讲说我愿意跟你在一起，是不是？对啊。然后你有没有很惊喜？对啊，蛮惊讶的。刚刚那台电视机，你觉得角度有问题吗？我觉得电视就平平的就好啦，为什么要调角度？阿娇平常看电视就是躺在床上看。对啊。你说是平躺吗？平躺电视就应该装天花板上。其实他现在都觉得那个角度他脖子会痛，因为太低了。我们真的很喜欢跟他们讨论很 detail。听说阿娇喜欢看相亲的节目啊，什么综艺都看。可是你好像特别喜欢一个相亲的节目，对不对？非诚勿扰吗？对，我们都喜欢看。为什么？蛮喜欢给意见的，就是觉得怎么会这样，就是一边看一边会说这个男生不要啦，或者说他很好，你为什么要什么？他怎么会这样？就是那种。所以你要陪他一起这样。我一开始是抱着陪他看的，因为他看那些其实我一开始没有看过，然后我好像也不是很喜欢这类型，后来看觉得蛮有趣的。听说他们两个躺上床关灯之后，他要为了阿娇所给的指示再爬起来至少3次。什么指示？就是说帮我倒杯水啊，你那边灯忘记关了，或者你去看一下窗户。以前比较多。这是真的吗？对啊，突然忘记要拿个东西，或者是忘记关灯啊。所以不是故意要整他吗？不是，是真的忘记，是真的。所以 Michael 都会真的起来吗？会。你不会说，除非我睡着之后他再把我叫起来，那我可能就会有一点懒。他有在你睡着后把你叫起来去关灯？会叫起来陪他看电影或什么，就他有时候睡不着的时候。可是你可能明天要对要工作耶，那就倒霉是病人而已啊。这双眼皮变割那么大。然后后来他知道说，其实我们工作性质不一样，因为他的工作性质有时候是比较 free 一点，就是他密集的工作完之后是 free 的，但我是每天固定的时间。有啦，我觉得这个有磨合到，我平常开电视会很大声，就算他睡觉的时候我也开很大声，现在会。我们有因为这个有一点争执。对，你有没有跟他讲说可不可以调小声一点？他有教我，你不如出去看。然后他就跟我说，我们现在难道要分房睡了吗？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嘛，但后来真的有认真跟他沟通过，他现在就不会这样子。所以你后来就是算了，就不看电视，就看手机。一般夫妻都怎么解决这件事啊？我会跟我老公说 ，baby 小声一点，不然我睡不着。他就会调小声啊。可是小声看动作片什么就不过瘾啊。你为什么不戴耳罩呢？耳罩你会压了很不舒服哎。耳塞不舒服。可是他要看电视啊。可是他看的电视都是小声一点也看得懂的、啊。枪战片不就是？你也知道在干嘛？手榴弹就是。
请问一下，你电视到底开的多大声啊？声光效果还不错啊，就是那种有机枪的声音，就是那种哒，那种真的是这样吗？有一点声音都会，因为我睡眠比较浅，对，比较浅。哦，所以一点声音都会吵到你。可是他难受了，你怎么办？后来我试着就有时候戴一下耳罩什么的。他打呼我也戴耳塞啊。我觉得耳塞这个事情是结婚之后必须有的。真的吗？就是你肯定要接受对方一点不好，对啊，太吵啊什么，你是要掌控这个，对对是啊对对对。因为如果我老公打呼打太大声的话，我就会到隔壁的客厅的沙发睡。以前会把他推啊推一推踢一踢，对，会踢他几下，可是现后来在我都不就没用。会了。嗯，后来应该直接把他踢到床底下去算了。后来就会踢到骨骼。刚刚影片当中出现了妈妈，妈妈那是你妈妈对不对？我妈妈对，所以你妈可以随时进出你们家哦。可以，她有我们的，因为我们有时候不在嘛，有些事情要麻烦她。那阿娇跟她妈妈处得好吗？很好，你觉得呢？在节目里会跟你讲说不行没有，吗？真的很好，真的很好。因为她有时候我们的对一个东西的价值观不一定一样。她有时候比如说一个桌子，她可能会想要买很贵的那种，然后我就会叫我妈直接送我一张桌子，说我妈送的，我就会跟她讲说，啊妈说不用那么贵啊。你没想到她会真的打去质问你妈吧？而且没想到我妈就是跟她联络比我还频繁。Michael 的爸爸妈妈当时觉得要娶明星这件事 OK 吗？老师一开始不认识他的时候就蛮不 OK 的，但这我没有跟他讲过啦。一开始你没有跟她讲过这件事？他没有不同意，他不认识，然后他主要是担心我啦，不希望说我们有过度的曝光这样。嗯，然后后来见到他就跟他很好，就没这个，就没事了。因为我就是会带我爸妈去看他们演唱会啊，然后我妈妈就在下面看就哭了。我说啊，红果原来我们的媳妇这么优秀，这样真的蛮感人的。我觉得你爸妈可能太怕她了，所以就说一定要哭，一定要哭，快点，一定要哭给媳妇看，还互捏。有说好你结婚后不要做家务这件事吗？我们有签一个婚前，我们有签一个协议。我们很常请佣人嘛，对，就比如说，如果他自己点了一个麻辣锅，煮完之后他不知道那一锅怎么办，然后变成要找人来处理那一锅麻辣锅。找人来处理，你不能处理吗？没有，我不在，我出差了啊。因为他那个垃圾分类，我不会。好细哦，故事都好细哦。我知道，听起来生活中困难重重。对，要是我想想，我面对吃剩的麻辣锅，对，确实很难处理，需要人帮忙。你们签的协议最重要的内容是这件事吗？没有啊，最重要不是啦，最重要是我们那我最大的点就是保持家居整洁。哦，这个有签进去。所以我们在意的点不一样啊，以后孩子怎么负担，然后我们婚前的财务怎么样，这都要写得很清楚啊。你希望让女方放心，说你不是为了钱这件事情。所以现在两个人要慢慢研究，有一些花费怎么互相帮忙这些事情。这个目前都没有到特别讲啊。所以像戒指刷不过的时候，阿娇不会说我来吗？这太奇怪，他来我也不太奇怪了吧？不会。他的坚持就是婚礼相关的，他不要出钱。OK。我的底线就是不希望我拿钱把自己嫁出去而已。其实也没差。但我觉得合理啊，对我觉得合理嘛，因为所以我那时候我就压力还蛮大。压力是大的。随着宾客人数越来越多，就我记得我们在马尔地夫的时候，我说老婆你约了几个人在美国？他说80几个吧。然后我家5个人，我就约了5个，大概10个。所以听到80个的时候，又倒抽一口气了。我倒抽一口气啊，真的那时候真的倒抽好几口这样。我现在很 OK 啊，那时候就觉得怎么会有人结婚结到快破产呢？你那时候真的是因为结婚没有，就真的是几乎要破产吗？
我以前就是我觉得我收入够，我要买表买衣服就买，没有存太多的钱。然后那个一切发生的很突然。他刚刚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说，我的卡你认刷，因为没额度嘛，他觉得是没额度嘛。然后他去了1天连卡佛之后，我就说老婆那个卡还是放我这里好。没想到他真的刷得很狠，是不是？对啊，他就是真的认刷，就是没有跟你客气。没有，就是刷一个表给你呀。对啊，因为他跟我说认刷，你就觉得他应该是有这个能力吗？从来没有遇过一个人叫我认刷的他的钱财什么的。对，应该是说我突然在家一看到简讯，我想说，真的是倒抽10口气。所以你是从结婚之后，就人生一直这样。所以我后来都直接给他看我的存款跟所有的，我就说你看我现在就这些这样。那应该换成他倒抽一口气。也不会啦，我觉得我还是算不错的。所以现在倒抽一口气的情况也少了吧？停止了，该画的都画完了嘛，家也弄好。Michael， 你有没有后悔娶明星？我没有后悔，因为他真的蛮不错的。只是如果以后是如果我儿子他娶了一个明星，然后是很红明星，我会说，那你真的要想一下。明星都是人啊，你在说什么？所以你心里就是有不满啊。这个，我觉得你可能有双重的后悔，除了娶了一个明星之外，还包括了结了婚这件事吧。其实我之前有一个失败的婚姻，所以其实我知道说大概是怎么回事。对，我没有后悔结婚这个事情，因为结了就结了，也没有说就算怎么样，所以我才会说好像压力很大，但是还是要我工作把它撑过去。因为我觉得要结就是要好好结啊。所以现在常常有度过咬紧牙关的时刻吗？现在好很多，现在就很开心。现在就觉得真的有在 enjoy 婚姻生活。对，因为之前是太密集了，结婚、香港的婚礼、搬家，然后我的诊所要开。厉害啊！所以你是不是想说小孩的事先缓一缓再说？我本来是这样想，然后我现在知道就直接跟他讨论嘛。目前前期我还需要去有一些预备期嘛，你不能开一个店，下一个月没客人就关掉。所以我跟他说我目前还要准备一些钱放着。然后他说小孩子没关系，如果我们生了就。对，所以我才不选择买房子。我们现在住的地方也蛮好的，是，而且楼价又不升，就这样。不适合买，就租就好了。对，生活也比较轻松一点。你现在的诊所在台中？台北，在台北，事业正在创业期。对啊，你会希望你太太帮这方面的忙吗？我不希望，因为我觉得我们工作是分得很开，因为我们会做这件事情去开，一定是评估过我们的客户量跟是可以出来做一件的，但其实不太需要他帮什么忙。对啊。其实我希望可以帮到忙，我在香港有代言了嘛，对，我也不能随便的去帮别人宣传，但我以他老婆的身份就可以。我们后来讨论完之后，就是他帮忙，就是我们有一个剪彩的话，他可以来，就是一起剪那个彩这样子。我就希望可以参与一些啦，结果有已经发生了吗？还没，快了。所以到时候老婆会去帮你剪彩。对，但不接受访问。不用谈这么细。好，我们没有要。没有就好，对不起。他会讲出来，代表他会觉得你的人都来了，为什么不接受访问？是不是？听起来两个人体会到了一些之前没有体会过的乐趣吧？是。感觉先生会有一些辛苦的时刻，可是对很多刚结婚的来讲，就是要经历这些事情啊。然后阿娇一直说，这个人生反正只有一次，所以你们女生每次婚礼就是要想这件事，就是我这一次得要把它办满意。我其实当时结婚的时候想说，我要办一个很小型浪漫的婚礼。我公婆他们就觉得儿子娶了明星，然后很幸福，就希望可以多邀一些人来，然后就在台东办了一场很大型的婚礼。我就觉得哇，好幸福哦！这么多人来替我祝贺，我就觉得很感动。
我们刚才看了这些影片之后，也了解到了阿娇对于她先生的一些东西的想法。至于两个人他们所带来的温度有没有上升呢？看一下。哦90分哎，好高哦，应该是就是速度倒抽一口气的这种声音，感动了很多人吧？对。